夏天傍晚，酣畅淋漓的多人运动后，来一口冰镇可乐，世界上比这还要快乐的事情恐怕并不多。而这份快乐只需要2块钱，更难得的是，哪怕是10年前，你也只需要2块钱就能喝到一罐快乐肥宅水。要知道，2010年至今，中国的物价总体上涨了25%。当年全国的猪肉均价不到20块，北京新房均价2万出头，而现在，算了不说了，反正你也买不起。就连吮指原味鸡也从2010年的7块5涨到了现在的11块5，涨幅53%。在这个除了工资什么都涨的时代，可乐算是为数不多的业界良心了。为什么它一直就不怎么涨价呢？其实可乐不涨价不是可乐公司不想，首先是因为他们不能。我们都知道，目前的可乐市场只有2个主要玩家，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，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双头垄断。2家互相知根知底，谁也不敢轻易涨价，一是怕被对方借低价抢占市场份额，二是借助低利润把其他小型卖家挡在行业之外。可乐是个薄利多销的产品，哪怕一瓶可乐只能赚几毛钱，只要规模够大，依然能够赚钱。而小型卖家规模小，价格也没有优势，只能夹缝中生存，比如非常可乐和崂山可乐。同时，可乐公司也害怕涨价让消费者变心，能让肥宅快乐的饮料那么多，大不了喝别的。事实上，不只是中国的可乐不怎么涨价，历史上可乐就有不涨价的传统。1967到2009年40年间，美国的碳酸饮料价格仅上涨69%，而所有消费品是114%，扣除通胀后，可乐的价格反而下降了21%。但跟另一段可口可乐不涨价历史比起来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19世纪末的美国，各种汽水层出不穷，价格通常在7-8美分。1886年诞生的可口可乐为了争夺市场，把价格定在5美分。当时没几个人喝瓶装饮料，大家都喝冷饮柜台里的饮料。1899年，有2个人找到可口可乐公司的老板，以每加仑90美分的价格买下可口可乐的浓缩浆，制成瓶装可乐。没想到市场上瓶装饮料大火，价格也一路走高。但可口可乐却亏大了，因为他签的合同存在致命缺陷，每加仑90美分的价格是永久性的，不管瓶装可乐卖多少钱，可口可乐公司都只能挣每加仑90美分。可口可乐想，既然赚不了那么多，装瓶公司和零售商也别想多捞，于是可口可乐以5美分为卖点，在全国铺天盖地打广告。这样一来，装瓶公司和零售商也就不敢涨价了，一涨消费者就会兴师问罪，广告不是说5美分吗？奸商。说到奸商，插句题外话，可口可乐曾经宣称可乐可以减肥。Don't you get any thinner? 不过物价上涨，可口可乐也扛不住。1921年，可口可乐终于和瓶装公司达成协议，拿回了可乐定价权，可以涨价了。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被套牢了。大家喝惯了5美分的可乐，到处也都印满了5美分可乐的广告，现在全部改了，要不少钱。这就是经济学中说的菜单成本。最关键的问题在自动贩卖机，贩卖机是可乐主要的销售渠道之一，贩卖机一次只能塞1枚5美分镍币，再塞1枚价格就翻倍了，可乐涨价只能从5美分涨到10美分。有没有办法只涨一点点呢？于是可口可乐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造7.5美分硬币。他们试图游说美国政府，美国政府就回了一个字：滚。一直到50年代，可口可乐实在扛不住物价上涨，5美分的可乐才在美国彻底消失。就这样，5美分可乐整整持续了70年，相当于从清朝光绪帝到新中国成立，可乐始终一个价。据说是现代历史上不涨价时间最长的商品。那么可口可乐后来是怎么一直维持低价的呢？这得说说它的运营模式。可口可乐的核心科技是配方，它的可乐业务主要是把调制好的浓缩浆卖给装瓶公司，由他们负责加水加气，装罐后卖往全球各地。全球大约有225个这样的装瓶伙伴公司，他们不属于可口可乐，自负盈亏。这一过程中，可乐的原料、包装和瓶罐、装瓶厂的运营、运输、销售、广告以及税费等等，每一步都需要成本。单是广告，可口可乐每年都需要花费40亿美元。不只是可乐公司，装瓶公司、瓶罐生产商、运输商、零售商等等都要赚钱。
而全球一天生产19亿份可口可乐，哪怕利润再微薄，乘以19亿也是巨款。但是通胀猛如虎，可口可乐明面上不敢涨价，但在其他方面打起了主意。可乐瓶的腰围越来越瘦，但是喝可乐的肥宅腰围是越来越宽了。